如果不给我儿子买一套别墅，就休想娶走我的小小，就休想娶走我的小小，就休想娶走我的小小。老公，你变了，你不像以前那样通情达理了。我妈哭得这么伤心，我好难受，哪还有心情办婚礼？姐夫，这点小要求都答应不了，我姐要是嫁过去，日子还能好过？既然这样，那这场婚礼就算了吧。那酒席就当请我亲戚吃顿好的，你们呢就哪里来的滚哪里去吧。婚礼当天我回家接亲，马上都要举行婚礼了，但是我媳妇儿一家子却闹幺蛾子了。小儿啊，你命真好，嫁了个京都人，住大别墅，开豪车。可看你弟弟呢，天天在外面跑外卖，40度的高温都中暑好几次了。你弟可是最疼你的，你上大学的钱都是你弟给你挣的。妈，我知道，可人家已经给了66万彩礼，也同意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，我们不能太过分。再说，子浩他爸妈白手起家，一路打拼也不容易。儿啊，你命苦啊，但也不能怪你姐，毕竟你姐能耐有限，谁让他们是大户人家，根本瞧不上我们。至于咱家还能不能延续香火，就听天由命吧。姐，姐夫是不是压根就不爱你？他家上亿的家产，房子好几套，给我一套怎么了？姐，你可别这个男的忽悠了，到时候可别拖家带口的来找我们。老婆、妈、小舅子，你们都在啊。老公，你家里不是在郊区有一套120平的小房子吗？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就给我弟。老婆，咱们先结婚，房子的事儿不急，宾客们可都等着呢。等婚礼结束再说，好吗？不行，连个房子的事情都磨磨唧唧的，还想娶我姐，没门儿！那套房子是我爸妈的。姐夫，你家可就你一个苗，你真想要，他们还能不给啊？我姐可是我们那儿第一个大学生，长得还漂亮，想娶她的人可排到了法国。房子我们其实要求也不高，就2环内的3室2厅就行。子浩，阿姨知道你是好孩子，可我也想让我儿子过得好点不是？要是能留在京都，以后家里有事儿，他弟也能帮衬下，对吧2环3室2厅，这可是1000万，怎么在他嘴里就像是在路边买白菜一样？今天我的婚礼来的除了亲戚朋友，还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今天他们整这一出，难道是在故意刁难我？妈，你看所有人都在外面等着，房子的事情咱们能不能留到婚礼结束再商量？不行，这件事没得商量。看上我家小小的，比你帅比你有钱的那可多了去了。要不是小小执意要跟你，你以为你能入得了我的眼？但我家小小傻，就喜欢你，我这个当妈的能怎么办？但是我养他这么大，花费了多少心思和精力，果实你说摘就摘走了，以后给你当一辈子的保姆，还要伺候你爸妈，我一个孤零零的老人怎么办呀？他们这态度，如果我不同意，这婚就结不成了。他笃定我丢不起这脸，所以在这狮子大开口。但如果我今天让步了，以后的日子就没法安宁了，势必会被这一家子搅得鸡飞狗跳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得了，骂了小的，来了老的。这是怎么了？大喜的日子，亲家，你看看，我们家这么简单的要求做不到，我们怎么放心能把潇潇交给你？大姐，市中心的房子这可不是小数目，你看，要不然先让孩子们结婚，一大家子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，房子的事情等闲下来我们再商量。妹妹，我虽然是小地方出来的，但也不是这么好打发的。我还真是搞不懂你们家，明明富得流油，做起事儿来却抠抠搜搜的，还想骗我先结婚。你真当我傻不成？姐，我们家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，
是不会骗你的。只是事情也分先后缓急，是吧？哎呀妈，老婆子都这样说了，就退一步吧。以后再说当然可以，但是今天你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说法，我们可踏不出去这道门。我们家为你们出首付。那后续的费用呢？那当然是小小他弟自己承担了。年轻人总该有点压力不是？亲家，看不出来你居然这么恶毒，让我儿子还贷款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儿子吗？真是荒唐，令人匪夷所思。子豪，妈希望你慎重考虑，你与宋小小门不当户不对，将来可是会吃亏的。放心好了，妈，你想太多了。我那时候居然这么天真。小小温柔善良，我来了，从来只为我考虑，是我最爱的女孩。可今天这事儿，她除了沉默，就是埋着头哭。而如今，我就像一个外人一般，被肆意羞辱。我明明会是她未来几十年的伴侣，同床共枕的家人，在这个时候，她却帮助她那吸血鬼妈妈和弟弟来吸我的血。我娶个小小，怎么跟娶了你们一家人似的？除了买房，我是不是还得包办你儿子的后事？子浩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妈养我这么大，她很不容易的。姐，你这挑的是什么烂东西？还没成亲呢就敢对我们大呼小叫？你要是嫁过去，你还能做人吗？小小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对吧？既然这几千万不拿出来就不结婚，是吗？老公，我好难受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还是你不爱我吗？我弟弟对我有恩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。我忽然觉得好寒心。以前我最怕他哭了，也许是之前恋爱脑的原因，我一见他哭，我就忍不住心疼，用各种办法去哄他开心。也许是之前恋爱脑的原因，我一见他哭，我就忍不住心疼，用各种办法去哄他开心。我也天真的认为，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会坚定的站在我这一边，哪怕帮我说句话，今天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婚礼就能正常进行。可他除了哭还是哭。原来我们的感情，我对他的好都没有他妈和他弟重要，还利用我对他的感情道德绑架我，妄想裹挟我，我真的是太失望了。算了算了，别弄得跟我买闺女似的。首付就首付，我们也不是那不通情达理的人。只是这样的话，3室2厅就不行啦，得要别墅。只是这样的话，3室2厅就不行啦，得要别墅。档次嘛，怎么着也不能低于你们这套。除了房还有车，就放低点预算，来一辆迪克 Q7吧。他是认真的吗？我家的别墅虽然不是在市中心，但是整整4层，因为买得早，价格不是很高，如今价值至少过亿了。至于迪克 Q7，至少也得50、60万。按他们所说的车加上房子这2句话，直接就把我家几千万的财产挥霍出去了。那趾高气扬的神色，难道是我们欠他们的？简直不可理喻。我妈看上去也不太好受，那是他们奋斗半生才拥有的，而他们却想在三言两语之间就获得这些，还显得如此理所当然。我以前还觉得他母亲很不容易，一个人将小小拉扯成人，所以将66万彩礼直接给了丈母娘。前些日子他弟说要做生意，我还给了30万做启动资金，不到半个月就赔个精光。可我没想到，我的退让和妥协换来的却是他们不断膨胀的贪念。恋爱脑从古至今都没有好下场，我得清醒起来。老公，你还记得你得流感那时候你说的话吗？当然记得。你还记得你得流感那时候你说的话吗？当然记得。我说过要一辈子爱着她，保护她。小小，因为一个女孩子，在我烧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顾危险，寸步不离照顾我，平时也把我的生活照顾得妥妥帖帖，细致入微。讨厌。就是因为这，我才会忍气吞声到现在，没转身就走的原因。我现在对这一家人似乎有一种生理上的排斥，他妈和他弟就是狗皮膏药、吸血鬼，无尽的深渊。
我必须想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我蹲下身子，紧紧握着媳妇宋小小的手。老婆，我爱你，也想和你结婚，走一辈子，对你好。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不要，愿意心甘情愿的和我走出这个房间，正常举行婚礼，我绝不会辜负你。到时候我再给你妈200万，这些钱足够你弟在老家买套房子结婚了。但这200万是靠我们自己挣，和我爸妈没关系。而且我还有个条件，以后你尽量少和他们联系。媳妇吃惊的望着我，嘴唇都在颤抖。老公，你的意思是用200万买断我和他们的亲情？我喉结滚动，好像胸口有块大石头堵着。我只希望他们不要总是打扰我们的生活。不过你放心，逢年过节该有的孝敬我都会有。他们生病我也可以给钱安排住院，你没法照顾，我可以出钱请护工，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。否则，你没法照顾，我可以出钱请护工，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。否则，就算今天结婚，早晚也会离婚。媳妇吸了吸鼻子，满是哭腔。老公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逼我呢？血浓于水啊！他弟在一旁阴阳怪气，200万打发叫花子呢？姐，原来你在他们家心中就值这点钱呀，连他们家身价的1/50都不到。姐夫，你家真不愧是做生意的，真会算计。丈母娘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也不顾有亲戚在场，便撒泼似的嚎啕大哭起来。哎呦喂，我可怜的闺女啊，你这还没结婚，人家就要让你和我断绝母子关系。要是嫁进去，我老了，是不是都不让你来看一眼啊？媳妇看他妈一哭，眼泪更汹涌了，攥着我的手都在抖。老公，你看我妈哭得这么伤心，还怎么参加婚礼？她是我妈，我妈哭得这么伤心，还怎么参加婚礼？她是我妈，我从小没爸，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。还是真像他们说的，你从骨子里就瞧不起我这个外地人。以前我觉得你挺通情达理，会替别人考虑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现在心里好难受啊，真的没心情再举办婚礼了。赤裸裸的威胁吗？我听到这些，不仅没有觉得伤心难过，反而有些释然了。宋小小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又或者在这一刹那，过去的种种都浮现在眼前，才让我看清很多东西。我喜欢宋小小，是因为觉得她单纯不物质，但那时候恋爱脑占据了我的生活，对于她的一系列反常举动，我都没放在心上。现在想来，当时的我分不清好坏。我和她逛街时，她都故意往奢侈品店里钻。当时的我分不清好坏。我和她逛街时，她都故意往奢侈品店里钻。她试了一件又一件，爱不释手，可是看了眼价签，却假装吐舌头，吓得惊慌失措。老公，走啦，太贵了，不适合我的。某宝99块的 T 恤裙子，穿着也很舒服。当我从奢侈品店里偷偷买来送给她，她不仅没有开心，还批评我，指责我乱花钱，非得要去退。当时我还窃喜，觉得遇到了宝藏女孩，发誓一辈子对她好。而且当她穿着我买的衣服，背着各种名牌包包出去吃饭，大家都夸她有气质，温婉贤淑时，她每次都羞红了脸，小鸟依人的依偎在我肩上，满脸小星星的望着我。能遇上子浩是我的福气了。然后她就缩在角落里，默不作声给我包下夹菜。或许子浩是我的福气了。然后她就缩在角落里，默不作声给我包下夹菜。或许那一刻，男人的虚荣心让我忽略了他眼光中不经意露出的炫耀和沾沾自喜。甚至有次发小悄悄告诉我，说我媳妇忽然加了他，还发各种暧昧的表情包聊他，让我看好媳妇，提防着他点。我还和发小大打一架，因为媳妇后来和我解释，不过是想向发小请教问题，怕我多想，所以才没告诉我。他怕我嫌弃他不懂高端的社交礼仪，只是想多学一点，不自卑一点，能够配得上我。我当时脑子真的是进水了，竟鬼使神差的相信了。现在我才回过味来，那天发小好像开的是法拉利。婚礼流程需要正常进行，司仪礼貌地催促着我们。我妈权衡了一下，劝我儿子别意气用事进行。司仪礼貌地催促着我们。我妈权衡了一下，劝我儿子别意气用事，以大局为重。人这一辈子遇到自己喜欢的不容易，实在不行，妈妈就把手里的股票基金卖一卖，给他们买个全款商品房得了。我妈手中的股票基金势头大好，现在卖掉实在可惜。我嘴角抽动，眼睛忽然酸涩。我妈视我为掌中宝，从小到大她最疼我，只要我想要的，她如果够不到，就算是踮脚蹦高也会满足我。我爸批评我妈，都是我妈把我宠坏了，可我都没敢说。我给宋小小花的钱都有100万了，那是我从小到大的压岁钱。如果我告诉我妈这些，她还会认为宋小小不物质，是她理想中的儿媳妇吗？丈母娘立马眉开眼笑，攥着媳妇的手小声嘟囔：“谁说她家没钱来着？”媳妇的手小声嘟囔：“谁说她家没钱来着？就你傻，稍微使点小手段就服软了吧？小儿，你得谢谢妈，这次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以后他们家再也不会有人小瞧你了。”宋小小低着头没说话，但是她嘴角微微上翘，显然她也很满意。小舅子也立马换了张嘴脸：“姐夫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姐了，舍不得让她受委屈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这就去提车看房，等弄完你和我姐再举行婚礼。”丈母娘暗暗用眼神给小舅子点了个赞，而我妈的脸色比吞了苍蝇还要难看，气得双手都在颤抖。今天我要是再结这个婚，就不配为人子。好呀，你们先去呗，顺便带上你姐。我坐到一旁的椅子上，面色平静如水，不慌不忙地喝起了茶。折腾了大半天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。小舅子过来抓我的手，
脸上狂喜。姐夫，我天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。小舅子过来抓我的手，脸上狂喜。姐夫，我们一起去，你开你那奔驰去，耽误不了多少时间，就附近小区就行。我都打听过了，这有个小区很好，很高档，好像还有不少明星在这住呢。原来这一家子早就挖好坑，算计好，今天就等着我来跳呢。丈母娘一脸狐疑的看着我，脸色阴沉不定，好像在思考什么。姐夫，走啊！我丝毫未动，冷笑了一声。你们买房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妈希望你过得好，我能理解，可让你妈自己去挣啊，凭什么要我给你买？我又不是你爸，没义务养你。哦，想让我掏钱是吧？就凭我是你姐夫，你错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了，让你姐给你换个愿意付出的姐夫得了，或者自己好好努力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了，让你姐给你换个愿意付出的姐夫得了，或者自己好好努力奋斗。宋小小吃惊的瞪大眼睛望着我，嘴唇哆嗦。老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微微笑了笑，字面意思。宋小小，我承认我以前很喜欢你，但今天你把我对你所有的感情都给耗光了，你这一大家子我更是招惹不起。我其实真该听我妈的，就该找个门当户对的，而不是算计着我，总想占我家便宜的人。不过既然你家亲戚今天都来了，那就一起吃个饭再回去吧。毕竟2000公里这么远，他们好多还没坐过飞机呢，是吧？至于怎么回去，是坐普通火车还是自己安排，那就是你的事，和我没什么关系了。还有，一会儿把66万的彩礼钱还给我。当初宋小小说亲戚们知道，还有一会儿把66万的彩礼钱还给我。当初宋小小说亲戚们知道他找了个好对象，为了让他妈在老家扬眉吐气，非得让我包机接他们过来。我爱他，所以就应下了。现在我真想扇自己2巴掌。我妈估计是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先是一愣，但我能明显感觉到她随后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欣慰。丈母娘直接傻了眼，跌坐在床上。宋小小的脸一下子就白了。宋小小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暗中掐了一下他妈。没错，我没看错。宋小小掐了他妈一下，他妈立马装腔作势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可怜的小儿啊，人家跟你处了这么久，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你怎么命这么苦啊？他妈一边说一边假意推搡宋小小。不要你了呀，还要把彩礼要回去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送出去的礼还有往回要的。宋小小楚楚可怜的望着我，任由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送出去的礼还有往回要的。宋小小楚楚可怜的望着我，任由眼泪挂在脸上也不擦，就凄凄爱爱的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老公，你是在和我闹着玩是吗？以前的多少次，我都是被他这样骗了呀，我脑子真是进水了。但现在我把水倒了出来，看得一清二楚。这宋小小就是装纯扮可怜的高手。我以前真是个大冤种。我声音里没有半点情绪。宋小小，我和你确实没缘分，今天这婚礼就算了吧，我就当请我家亲戚们吃顿好的，你们哪来的回哪去。反正这婚宴钱你家1分也没掏。当初订婚宴选菜时，价格从3999一桌一直挑到8999一桌。宋小小他妈脸上才有个笑模样，说女儿好不容易有出息，酒席不能太寒酸，海鲜硬菜必须有，要不然会被说女儿好不容易有出息，酒席不能太寒酸，海鲜硬菜必须有，要不然会被老家人看不起，戳脊梁。每桌的人无论男女，走的时候还得人手一份好烟。当时我真是脑子不清醒，才会答应这些无理的要求。小舅子也慌了，急忙帮腔：姐夫，我就是开玩笑的，我不过是想考验考验你对我姐的真心。其实房子车子的都不重要，只要你爱我姐，我姐喜欢你，你们结婚后过得开心幸福，这就够了，是吗？这一家子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谁有钱就捧着谁。宋小小也从床上下来，光着脚走到我身旁，半蹲下来。老公，对不起，刚刚是我不好，没有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，现在我知错了，也会。对不起，刚刚是我不好，没有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，现在我知错了，也会反省的，你就不要生我气了，好吗？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而且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你了。宋小小一边说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拽着我的袖口，满眼祈求。她洁白的小脚踩在地板上，那样子别提多无辜可怜了。可我只觉得讽刺可笑。以前我们吵架，她总是这样光着脚，用这套让我服软，因为她知道我心疼她，比疼我自己的眼珠子还要疼。我爱她，怎么舍得让她受一丁点委屈，更不敢让她拿自己的身体来开玩笑。可惜现在我看透了她，不爱了，她的一切自然和我无关。我冷冷甩开宋小小的手。宋小小，大家好聚好散，别让我自然和我无关。我冷冷甩开宋小小的手。宋小小，大家好聚好散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她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。转眼，宋小小哭着数落起了他妈。妈，我早说过，我只爱子浩的人，你偏要弄这一出幺蛾子，挑拨我们的感情。还有你，宋杰，仗着对我的一点帮助，总想着让姐夫出钱，他挣钱多不容易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公婆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现在好了，你们满意了，子浩他生我气了。如果你们以后再这样，别怪我和你们少来往。那一字一句落在我胸腔中。倘若这话在我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宋小小说出来，我发誓我这辈子都会好好对她。可现在晚了，而且我发现宋小小不是看不明白，也不是拎不清，她是故意的，故意看着她。我发现宋小小不是看不明白，
也不是拎不清，他是故意的，故意看着他妈和他弟为难我，想要算计我们家的钱，还推波助澜。宋小小站起来，一把擦干净脸上的眼泪，主动挽起我的胳膊：“老公，别气了，好不好？走，现在我们立马结婚，外面这么多人等着呢，别因为一点小事让人家看了笑话。”我拉开他的手：“别碰我，我现在觉得恶心。”起身我就给司仪发消息，让他把婚礼的词给改了，把新郎和新娘改成了我爸妈的名字。我一脸认真：“妈，你不是一直遗憾当初跟我爸的时候日子苦，连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吗？今天儿子就圆了你这个梦。”宋小小看到事情没有转圜的余地，立马撕掉伪善的面孔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徐子浩，你来真的？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撕掉伪善的面孔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徐子浩，你来真的？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不就是想让你花点钱吗？你至于吗？这2年我们在一起，我也为你付出了很多，好不好？我天天熬夜给你叠千纸鹤，织围巾不是心意吗？你这样太物质了吧！”当着这么多人，他竟然也有脸说，原来无耻和倒打一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当我不再成为他的提款机，他连装都懒得装了。本来我想好聚好散，但现在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非得闯进来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我拉着宋小小的手，推开大门，走到婚礼的舞台中央，夺过司仪的话筒。宋小小以为我怂了，立刻眉开眼笑，脸上都是马上嫁人的娇俏模样。老公，你轻点，弄疼人家了。我握紧话筒，对着看台下嫁人的娇俏模样。老公，你轻点，弄疼人家了。我握紧话筒，对着看台下乌泱泱的人群说道：“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和女友的订婚宴。原本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现在我要宣布，我和宋小小就此分手，这婚不结了。来，灯光老师配合一下，请把光打在我前女友身上。”瞬间，周围的光线都暗了，所有的焦点都落在宋小小身上。她的婚纱很漂亮，花了我30万，但她的表情瞬间变得无比难看，眼泪更是跟变戏法一样夺眶而出。她哭得梨花带雨，要多可怜有多可怜，不知内情的还以为我欺负她了呢。我平静地继续说道：“为什么这个婚不结了？因为我没答应给他弟弟买价值上亿的别墅，他们全家就拿婚礼威胁我，说我物质，说我们家欺负他们，瞧不起他们。这是给我下马威，还是给我爸妈下马威？是道德绑架我家欺负他们，瞧不起他们。这是给我下马威，还是给我爸妈下马威？是道德绑架我，还是绑架我们全家？是一心想占我家便宜，还是贪得无厌？今天我特意在这说明一下，就是为了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。我必须得先发制人，免得宋小小他一家恶人先告状，毁我名声。”宋小小捏着婚纱的手一直都在抖，指节都泛白了，眼泪汪汪，死咬着嘴唇不说一句话。可笑，真以为继续沉默扮可怜就能颠倒黑白了。宋小小，前前后后我给你和你家花了200万，就当是我识人不清交的学费。你女方家的亲戚请自行离开，毕竟我和他们也不熟，来吃席不随礼，还让我每个人倒贴1000红包，这是搁谁身上都接受不了。宋小小泪眼婆娑，声音哽咽：“老公，这就是个身上都接受不了。”宋小小泪眼婆娑，声音哽咽：“老公，这就是个误会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比不上那些钱吗？还有脸提感情？”我没搭理他，继续对着话筒说：“至于咱们男方这边的亲朋好友，请大家务必留下。今天的礼金我会在散席后一一退还。作为歉意，我给每位到场的家人朋友都准备了礼品。虽然原本的婚礼没办成，耽误了大家的时间，但巧的是今天正好是我爸妈的银婚纪念日，全当借着这个机会给他们庆祝一下。来来来，大家吃好喝好。”宋小小还在那执着的扮演可怜模样，不停抽泣。小舅子在看台下破口大骂，还想冲上台来，却被我几个发小拦住了。“你胡说八道，不就要你一套1000万的房子吗？谁稀罕似的？你不娶我姐，有的是。”发小拦住了。“你胡说八道，不就要你一套1000万的房子吗？谁稀罕似的？你不娶我姐，有的是人娶。你看看你这副样子，小气又刻薄。我姐没了你，肯定能嫁得更好。你赶我们走，我们还不稀罕待在这呢。你们家这种人，早晚要遭报应。”我真想冲下去，好好跟他理论一番，可离得太远，幸好我发小当场就呵斥了他，还把他推到了一边，我心里才舒服了些。宋小小他妈直接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这可不行！我女儿跟了你这么久，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，想随便打发我们，没门！我要去告你，让你给我们说法。有意思，每次相处都是他女儿主动，甚至还拍了亲密视频，非得让我保存着，正好派上用场了。我刚想反驳，那个曾经被宋小小撩过的发小坐不住了，直接掏出手场了。我刚想反驳，那个曾经被宋小小撩过的发小坐不住了，直接掏出手机，把一段视频投放在大屏幕上。视频里，宋小小穿着暴露的衣服，在镜头前举止暧昧，言语轻佻。这视频一出，大家一片哗然，有的还拿出手机拍照。宋小小也不哭了，急忙冲过去想关掉屏幕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都别看了，这是合成的，不是真的。说着，宋小小还张牙舞爪的过来抓闹我。徐子浩，你好狠的心，竟然这么算计我，给我下套！我一把推开他，冷嘲热讽，说我朋友合成是吧？强子，你上来，你是做技术的，给大家看看这视频是不是原版。强子上台操作了一番，对着大家说，这就是原视频，没有任何合成的痕迹。宋小小哑口无言，脸上对着大家说，这就是原视频，没有任何合成的痕迹。宋小小哑口无言，脸上血色全无。宋小小他妈气得跳起来，
嘴里说着各种难听的话。我不慌不忙地冲着她笑：“阿姨，这就是你那保守清纯的闺女。”她背着我聊我最好的兄弟，这事我可以报警处理，让警察来判定她的行为是否合适。而且你当众辱骂他人，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，是可以被拘留或者罚款。他妈直接傻眼，立马闭上了嘴。小舅子倒是还在叫嚷：“妈，别怕他，他就是吓唬我们呢。”我懒得再和他们废话，直接叫酒店保安将他们一家3口请出了酒店。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。宋小小玩的这些花样真的是超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谁年轻时没恋爱脑过，谁没犯过糊涂？好花样真的是超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谁年轻时没恋爱脑过，谁没犯过糊涂？好在我及时止损，没有一错再错，还自我感动。只不过今天这一出，宋小小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。以后她要是还想在这个圈子找条件好的，根本不可能。闹哄哄的一天结束后，发小和我道歉，说不是故意瞒着我，之前也旁敲侧击提点过我，但我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根本听不进去。我摆摆手，都过去了。兄弟永远是兄弟，错的人就该及时放下。而且我也得谢谢他的视频，让宋小小的真面目暴露在所有人面前。老爸对我今天的表现很是满意，觉得我长大了，还说要把公司的一部分业务交给我打理。他和我妈去环球旅行，我妈却有些自责，觉得这么多年把我保护得太好，以前不该限制我谈恋爱。这么多年把我保护得太好，以前不该限制我谈恋爱，否则我也不会被这样的人欺骗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感谢我妈当初的坚持，让我先办婚礼，再领证。她说我丈母娘一家子看着就不好相处，别在婚礼上整出什么幺蛾子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半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，想起和宋小小第一次认识的场景。那天我开宝马来学校，她骑着自行车不小心碰到了我的车，车子不过是掉了点漆，她身上擦破了点皮。我说走保险就行，她却坚持要赔我钱，还不让我送她去医院。一个小小的意外，让我觉得这个女孩单纯善良，有原则。现在想想，当时那真的是个意外吗？我不得而知了，也不重要了。为了调节心情，我去云南洱海待了20天，真的是个意外吗？我不得而知了，也不重要了。为了调节心情，我去云南洱海待了20天，再回来时，却发现我的婚房进不去了。我试了半天钥匙，门锁都没有反应，但我明显听到里面有说话嬉笑的声音。只不过在我试探性敲门的那一刻，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我给爸妈打了电话，他们说压根没来过，也没换过锁。我报了警，还喊了小区物业。房门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我看到宋小小穿着真丝睡衣坐在沙发上，小舅子宋杰靠在她身上玩游戏，两个人的姿势十分亲密，总给人一种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感觉。他们俩的事我懒得理睬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一群人赶出我的房子。谁啊？宋小小他妈拿着锅铲从厨房探出头来，看到我不仅没慌张，还热情的打招呼。宋小小他妈拿着锅铲从厨房探出头来，看到我不仅没慌张，还热情的打招呼：“好女婿，你回来了，心情好点了吗？别着急，妈马上去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”宋小小满脸堆着笑，从沙发上起身过来要拽我的胳膊：“老公，你没在的这段时间，我真的好想你，给你发那么多微信消息你都没回，人家担心死了。”我真服了，都闹成这样，撕破脸了，还能厚着脸皮凑上来，是哪里来的勇气？还是觉得我好欺负？我嫌弃的侧开身，冷着脸：“你哪位？谁是你老公？5分钟内，你们全家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。”宋小小也不生气，依旧笑着，还娇羞地摸了摸平坦的小腹：“老公，我怀孕了，是你的，已经50天了呢。”宋杰这时已经套上了我的短袖：“我怀孕了，是你的，已经50天了呢。”宋杰这时已经套上了我的短袖，一脸兴奋地递过彩超报告和孕检单：“姐夫，恭喜你，你要当爸爸。”我吃了一惊，怪不得他们这么猖狂，还敢鸠占鹊巢，把我的屋子弄得乱七八糟。我看也没看，不屑地瞥了一眼宋小小：“我的宋小小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”每次和他相处，我都做了防护措施，而且50天前也不是他的排卵期，根本不可能怀孕。宋小小也不急不怒，笑容中多了一丝讨好：“老公，凡事都有意外，那次的防护措施破了个小口，完事后我还特意检查过，我也没想到会怀孕，也怕你担心，所以就没告诉你。不过当时我特意拍了照片，你看我没骗你哦。”他说着拿出照片，看起来似乎毫无破绽，只是这要巧吗？鬼才信！把出照片，看起来似乎毫无破绽，只是这要巧吗？鬼才信！把孩子打了吧，你这样的人不配拥有孩子，更不配做母亲。我冷声说道。宋杰急了，大声指责我：“姐夫，看着你斯斯文文的，心肠怎么这么硬？那可是你的亲骨肉啊！”我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是不是我的？得做亲子鉴定才知道，是等3、4个月做羊水穿刺，还是等孩子生下来做鉴定，随你们。但现在你们全家必须给我滚出去！”宋杰脸气得涨红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宋小小拽住了。宋小小看向我时，又开始装可怜，哭哭啼啼的：“老公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我也知道我让你丢人了，可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改。看在孩子的份上，看在我们曾经的感情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”宋小小他妈在一旁帮腔：“女婿啊，小小曾经的感情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”宋小小他妈在一旁帮腔：“女婿啊，小小怀的孩子真的是你的，要是骗你，我天打雷劈！”我冷哼一声：“那你还是等着吧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这孩子是我的，
我也只要孩子，不会要你，更不会给你们1分钱。休想拿孩子说事，想讹我钱，门都没有，那可不行。宋小小他妈眉毛一横，脱口而出：“这好歹也是你徐家的孩子，你凭什么不付抚养费？这可是犯法的，我可以去法院告你们徐家，我才不怕他。告呗，随便告。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律师啊？当然，你们要是不愿意生，现在放弃也还来得及。”从洱海回来，我彻底想通了，以前我就是太心慈手软，所以才任由这一家子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而且我隐隐觉得，以前我就是太心慈手软，所以才任由这一家子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而且我隐隐觉得，这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，你们谁报的警？这时警察来了，警察同志，他们一家3口私闯民宅，霸占我的房子，请你们把他们带走。我直截了当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警察记录完情况，对着宋小小一家说：“你们之间有矛盾可以协商解决，但现在必须马上从别人的房子里搬出去。”宋小小他妈当然不愿意，又是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的老一套，我都见怪不怪了。宋小小跪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，求我看在孩子的面上，给他一次机会。这是个高档小区，他们这样大吵大闹，好多邻居都出来围观，有人再次报了警，说他们扰民。就这样，他们一家3口直接被带到了派出所。做完笔录，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一家3口直接被带到了派出所。做完笔录，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，宋小小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徐子浩，你让我无家可归，把我逼到绝境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尝尝被所有人唾弃的滋味。”他说着，嘴角还露出一抹阴狠的笑。好呀，我等着。我根本不怕他，因为我手里正好有物业发来的一段监控视频。视频里，在小区的电梯间，宋小小一改平日里的保守打扮，穿着一件性感的红色吊带露背裙，和宋杰勾肩搭背，有说有笑，甚至还当众亲吻。我的3观被彻底颠覆，他们不是姐弟吗？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？我缓了好久才接受这个事实，又在卧室的床底下找到了几个用过的防护用品，我这才明白，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。我本来想找宋小小和宋杰一下，找到了几个用过的防护用品，我这才明白，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。我本来想找宋小小和宋杰的头发去做亲子鉴定，咨询后才知道，没有毛囊的头发不能作为鉴定样本，看来只能去他们老家走一趟，查探一下事情了。这还得感谢宋小小总是拿我手机在购物平台买东西，给他妈和他弟邮寄东西。我从物流信息里找到了他老家的地址，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他的老家。几番打听下，才知道原来宋小小是抱养的，和宋杰毫无血缘关系，但他们家对外称他俩是龙凤胎。在回程的飞机上，我细细思索最近发生的种种，感觉这已经不像是一场为了买房子逼婚的戏码了，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婚。刚下飞机，我就收到我妈的连环电话，赶紧看短视频。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婚。刚下飞机，我就收到我妈的连环电话，赶紧看短视频平台。宋小小发视频抹黑你，说你是渣男，抛弃妻子，还把他们一家赶到大街上。我打开我妈给我的视频链接，宋小小化着淡妆，举着她的身份证，在一个空旷的小树林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广大网友，我和男友是初恋，现在我怀孕1个多月了，他却因为我是外地人，突然悔婚，还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。我现在无家可归，只能暂时住在公园里。我好害怕，我怕宝宝会保不住，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。希望大家帮我劝劝我男友，我会努力做个好妻子，洗衣做饭样样都行，以后也会努力挣钱，把所有的工资都上交。下面的评论清一色都是骂我的，渣男，太过分了，这么便宜，把所有的工资都上交。下面的评论清一色都是骂我的，渣男，太过分了，这么漂亮贤惠的女孩子上哪找去，竟然不知道珍惜。帝都的人也不是都这样嫌贫爱富吧？这男的真是丢帝都人的脸。小姐姐别理他，我养你。甚至有人爆出了我的手机号和新房地址，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就被各种骚扰电话打爆了。到了家门口，我还收到了一堆奇怪的快递，有破损的布娃娃，还有一些寓意不好的小摆件。这时我又收到了宋小小发来的微信，老公，我也是被逼无奈才这样做的，但我始终爱你，只要你接受我和宝宝，我会立刻在网上澄清，就说这是个误会。呵呵，我回了句，你应该喊宋姐老公。宋小小的微信聊天框显示正在输入，但是过了好久他都没再回复。宋小小的微信聊天框显示正在输入，但是过了好久他都没再回复。我笑了笑，现在想认输了，晚了。这个世界上白的永远变不成黑的，黑的也永远洗不白。现在轮到我反击了。我注册了个小号，直接将婚礼当天的完整视频发了上去。当天酒店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在录像，全程记录了一切。视频发出后，舆论风向瞬间扭转。天啊，这女的也太不要脸了，长得一副清纯模样，心思这么歹毒。明明是逼男方买别墅不成，被退婚，还有脸颠倒黑白，倒打一耙，还勾引男方的发小，这也太过分了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她现在怀着孕，男方多少也得负点责任吧。我没想到宋小小还有后招，她竟然把我让她打胎的录音放了上去。我没想到宋小小还有后招，她竟然把我让她打胎的录音放了上去。她还偷偷录了音，大家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讨论的越来越热烈。很快这个视频就被推上了热搜。这男的也太狠心了，竟然让女孩子打胎，不知道打胎对女孩子身体伤害多大吗？这时宋小小又发来微信语音，徐子浩，
看到了吧？现在大家都向着我呢。如果你现在向我道歉，给我们孩子1个亿的抚养费，我会考虑放过你。网络的力量你是知道的，好多人都受不了网暴做出极端的事，你能坚持多久？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因为已经有正义的网友在评论区发声了。不好意思，那些骂男方的，先看看前因后果，别被人当枪使。下面一片叫好声，瞬间这条评论就成了热评。宋小小再也没给我打电话，也没发消息。我叹了口气，这条评论就成了热评。宋小小再也没给我打电话，也没发消息。我叹了口气，人啊，不作就不会死。既然他不知悔改，那我就再送他一程。我把宋小小和宋杰在电梯里亲密的视频发了上去，还有他们在楼梯间举止暧昧的视频。这个视频是我去物业调监控时偶然发现的，当然我对视频里的头像做了模糊处理。楼梯间的灯光本就昏暗，几乎看不清他们的具体动作，但是他们的对话还有各种亲密的声音一清二楚。宋杰说：“姐姐，你说徐子浩那个傻子会认这个孩子吗？”当然，我说这个孩子是他的，他就得认。我算过了，那段时间他和你在一起过，他根本不会怀疑。宋杰语气里都是不满。小小一想到这个孩子要叫别人爸爸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宋小小一脸无所谓，这有什么？等孩子生下来啊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宋小小一脸无所谓，这有什么？等孩子生下来，直接扔给那个傻子就行。他不是不给我们买房吗？我就要靠着孩子的抚养费，让他付出代价。宋杰很满意，到时候我们就带着妈一起去别的城市生活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。宋小小娇笑着说：“你好坏哦。”宋杰笑着回应：“我还可以更坏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视频发出后，评论区彻底炸了锅。我的天，这两人竟然是这种关系，太颠覆三观了，好恶心啊！亏我还同情他，原来都是装的。这个男生也太可怜了，被绿了，还被骗婚，差点还要替别人养孩子。这女的也太坏了，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舆论风向彻底扭转，再也没有骚扰电话打进来。我倒是收到了不少网友的道歉私信。其实我手头还有宋小小当地民政部门的收养证明，收到了不少网友的道歉私信。其实我手头还有宋小小当地民政部门的收养证明，因为是托关系弄来的，本来不想拿出来，现在看来根本用不到了。我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，胸口一直积压的烦闷感消失殆尽，只剩下酣畅淋漓的畅快。人啊，贫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心术不正，三观扭曲。无论如何，我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，但有些人恐怕就要彻底睡不着了。第3天，我妈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宋小小哭着给她打电话，让我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放过她，还求我能不能在网上解释一下，澄清误会。因为前一晚我就把他们全家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我妈当然不是替她来求情的，只是把这件事当后续讲给我听。这件事在网上发酵的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的人扒出了宋小小的过往。有人爆出这件事在网上发酵的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的人扒出了宋小小的过往。有人爆出宋小小欠了网络贷款，还为了还钱和其他男人暧昧不清，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，甚至他还做过他们老家有钱人的情人，骗吃骗喝，还骗了对方的房子和车子。原来他就是个惯犯。人家原配看到这个视频后，根据 IP 地址找过来，把宋小小教训了一顿，还扬言要起诉他，追回被骗的财产。原配的房子车子能不能追回来我不知道，但我选择了报警。在警察的帮助下，我把66万的彩礼钱要了回来。至于给宋小小花的100多万，他把我给他买的包包、奢侈品都变卖了，只返还了30多万。当然他们全家一开始根本不肯还，但在法律的威慑下，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还钱，毕竟没人想坐牢。他们全家一开始根本不肯还，但在法律的威慑下，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还钱，毕竟没人想坐牢。不久后，有人跟我妈说，原配的房子车子早就被宋小小他妈卖了，因为宋杰沉迷赌博，输了上千万，被高利贷追着要钱，走投无路才想出了骗婚的法子。怪不得当初他狮子大开口，非得要上亿的别墅。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后怕。在听到宋小小的消息是3个月后，我发小告诉我的。宋小小被原配教训后意外流产了，还因为大出血切除了子宫，但原配仍不解气，据说在当地很有势力，又找人把宋小小教训了一顿。宋小小因为害怕又没钱赔偿，还忌惮原配的势力，最终也没敢报警。他刚从这件事里脱身，就被高利贷的人围追堵截，势力最终也没敢报警。他刚从这件事里脱身，就被高利贷的人围追堵截，一家3口为了躲债，最终去了国外，听说过得十分凄惨。宋小小在医院住院时，没人给交住院费，给我发小发了消息，说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只求借点钱。我发小直接拒绝了他。我看着最后一条宋小小给发小发的消息，你告诉徐子浩，如果我以后混好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他，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他后悔。有些人到死也不会悔改，这种人一点也不值得可怜，删了吧，这种人没必要留在通讯录里。我跟发小碰了个杯，淡淡笑道。3年后，发小打电话和我聊起宋小小，说有人在国外看到过他，他过得十分落魄，为了赚钱做着最底层的工作，还被人欺负。也有的人说他们一家3口因为还不上高利贷，在国外到处还被人欺负。也有的人说他们一家3口因为还不上高利贷，在国外到处躲躲藏藏，日子过得生不如死。我躺在马尔代夫的沙滩上，听着海浪声，觉得和宋小小认识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。
心里没有半分波澜。我挂断电话时，一个温柔香甜的吻落了过来。我望着眼前的这个漂亮女孩，心里满是温柔，暗想这次我一定遇到了对的人。马尔代夫的海风裹着椰香拂过脸颊，苏婉的吻轻软的像沙滩上的细沙。我抬手揽住她的腰，将人揉进怀里，鼻尖抵着她的发顶笑，偷听我打电话。她眨着杏眼，指尖勾着我颈间的项链，链坠是枚简单的银质小太阳，是她去年生日送我的。听到一个名字，是那个让你曾经栽过跟头的人吧？我点头，指尖摩挲生日送我的。听到一个名字，是那个让你曾经栽过跟头的人吧？我点头，指尖摩挲着他光滑的后背。3年了，提起那个名字，心里再无半分波澜，只剩庆幸当年及时止损，才没让那一家子毁了我的往后人生。苏婉是我回国后在一次公益活动上认识的，书香门第出身，温柔却不怯懦，通透又拎得清。她知道我所有的过往，却从不会拿那些事打救，只会在我偶尔想起时，轻轻抱着我说：“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。”和苏婉在一起的日子，平淡却满是心安，没有无休止的索取，没有虚伪的逢迎。她会在我加班时熬一碗热汤，会在我和爸妈拌嘴时居中调和，会在我提起当年的婚礼闹剧时，认真的说：“你做得很对，爱自己才是第一位的。”她的家人也通情达理。初次见面时，苏爸爸只说第一位的。她的家人也通情达理。初次见面时，苏爸爸只说年轻人过日子，互相包容就好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人品最重要。没有漫天要价的彩礼，没有无理取闹的要求，只盼着我们俩能好好的。原本打算在马尔代夫待满1个月再回国，却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，说家里的老宅要拆迁，让我赶紧回去处理，顺便和苏婉的家人商量一下订婚的事。挂了电话，苏婉挽着我的胳膊笑，看来阿姨是等不及要抱儿媳妇了。我捏了捏她的脸，宠溺地说：“是我等不及要娶你。”回国的航班上，苏婉靠在我肩上睡着，我看着窗外的云海，想起3年前从洱海回来，发现宋小小一家子鸠占鹊巢的场景，只觉得恍如隔世。那时候的我被恋爱脑蒙蔽了双眼，差点赔上自己的一生。而现在，我终于被恋爱脑蒙蔽了双眼，差点赔上自己的一生。而现在，我终于遇到了那个对的人，往后的日子，只想和他岁岁年年安稳相伴。回到北京，老宅的拆迁事宜比想象中顺利。爸妈看着苏婉，眼睛都笑成了弯月牙，拉着她的手嘘寒问暖，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塞给她。和苏婉家人商量订婚的事时，一切都顺理成章，彩礼按当地的习俗来，不多，18万8。苏爸爸还说会陪嫁一套婚房，孩子们压力大，我们做父母的能帮衬就帮衬点。对比当年宋小小家狮子大开口要2环别墅和豪车，苏婉家人的通情达理，更让我觉得自己捡到了宝。我妈私下里拉着我说：“子浩，你这辈子能遇到苏婉是你的福气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对人家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糊涂了。”我点头，郑重地说：“对人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糊涂了。”我点头，郑重地说：“妈，我知道，我这辈子都会好好疼她，珍惜她。”订婚宴定在周末，只请了双方的亲戚和亲近的朋友，没有铺张浪费，却温馨十足。席间，发小强子端着酒杯过来，拍着我的肩膀笑：“徐子浩，你小子终于熬出头了。苏婉这姑娘人美心善，比那个宋小小强100倍、1000倍。”我笑着和他碰杯：“可不是嘛，以前是我眼瞎，现在总算看清楚了，也遇到了对的人。”强子叹了口气，又说：“前几天我听老家的朋友说，宋小小那一家子在国外混得特别惨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被人追着跑，根本没有容身之地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没有半分波澜，既不觉得解气，也不觉得可怜。路是自己选的，我心里没有半分波澜，既不觉得解气，也不觉得可怜。路是自己选的。宋小小从一开始就抱着算计的心接近我，他的家人更是贪得无厌，好逸恶劳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咎由自取。这世上从来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，靠着坑蒙拐骗得来的一切，终究会加倍还回去。强子见我没说话，又说：“说起来，当年要不是我把那视频放出来，你还不知道要被他蒙骗多久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是啊，多亏了你，不然我现在可能还在被那一家子纠缠，根本遇不到这么好的苏婉。”订婚宴结束后，我和苏婉牵手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晚风微凉，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苏婉忽然问我：“听到宋小小的消息，你心里有没有什么感觉？”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她，认真的说：“没有。”有没有什么感觉？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她，认真的说：“没有。她的人生是她自己选的，和我无关了。我现在心里只有你，只有我们以后的日子。”苏婉笑了，踮起脚尖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，我就知道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的过着。我和苏婉开始筹备婚礼，没有选奢华的酒店，而是定在了郊外的一个民宿，那里有山有水，环境清幽，是我们俩都喜欢的地方。婚礼的一切事宜，我们都亲力亲为。苏婉不喜欢铺张，我也觉得婚礼的意义不在于排场，而在于身边的人是对的。筹备婚礼的过程中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小麻烦，比如婚庆公司的策划不合心意，比如婚纱照的风格有分歧，但我们都会坐下来好好商量，互相迁就，从来不会吵架。比如婚纱照的风格有分歧，但我们都会坐下来好好商量，互相迁就，从来不会吵架。和当年与宋小小在一起时，凡事都要我迁就她，她从来不会考虑我的感受相比。和苏婉在一起的每一刻，都让我觉得轻松又自在。有一次，
我们去看婚纱照的样片，摄影师拍的一组我牵着苏婉走在沙滩上的照片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又美好。苏婉看着照片笑，徐子浩，你看，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岁月静好。我从身后抱住他，下巴抵着他的肩，温柔地说，是啊，有你在，才是岁月静好。婚礼前1周，我去公司处理工作，却在楼下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宋小小的远房表姐，当年也去参加了我的那场闹剧婚礼，还跟着宋小小的家人一起向我要红包。他看到我也去参加了我的那场闹剧婚礼，还跟着宋小小的家人一起向我要红包。他看到我显得很局促，支支吾吾地说，徐先生，好久不见。我淡淡地点了点头，没打算和他多说，转身就要走，他却急忙拉住我，徐先生，我知道我现在来找你很冒昧，但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想请你帮帮忙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冷冷地说，我和你们宋家早就没关系了，你的事我管不着。他眼眶红了，哽咽着说，徐先生，我知道小小他们一家子对不起你，他们落得今天这个下场都是活该，可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只是个远房亲戚，平时也没和他们来往多少。前阵子小小在国外欠了一大笔钱，那些债主找不到他们，就来找我们这些亲戚要。我老公因为这事被打了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家里的积蓄也被抢光了，找我们这些亲戚要。我老公因为这事被打了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家里的积蓄也被抢光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来找你，想请你借我点钱，救救我老公。他说着就要给我跪下，我侧身躲开，心里没有半分同情。当初宋小小一家子在婚礼上撒野，他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说我看不起外地人，说我小气，现在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不过是因果报应。我劝你还是报警吧。我冷冷地说，我不会给你1分钱，当年你们宋家怎么对我的，我没追究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他见我态度坚决，知道再求也没用，眼神瞬间变得怨毒。徐子浩，你别太绝情，小小就算再错，也和你在一起过，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家破人亡吗？是他自己选的路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路是他自己走的，苦果自然要自己尝，和我无关。说完，我转身走进公司，再也没回头。我知道他肯定会在背后骂我绝情，可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圣人。当年宋小小一家子把我逼到绝境，让我在所有亲戚朋友面前丢尽脸面，甚至还想靠着假怀孕讹我，我没有让他们付出更惨痛的代价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对于这样的人，心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